说到脑供血不足，大家肯定都不陌生，那在中老年人中很常见。脑供血不足其实也被称为小中风，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所以我们平时要多注意。可以常做3件事，能够帮助预防和减少这种情况发生。第一个，注意饮食，养成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对中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平时多吃蔬菜水果，可以帮助血管保持通畅，促进血液循环。那对于脑供血不足的人来说，能减少中风的风险。第二个，适当的运动。当人年纪大了，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处于一个下降的状态，那血液循环也会变得不通畅，这时就容易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那每天多运动，比如慢跑、走路等，既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提高免疫力，也能够帮助降低中风的风险。第三个，适当喝茶。中老年朋友平时适当的喝些茶，对身体健康也有好处，因为茶里面有茶多酚，比如苦荞茶、冬瓜荷叶茶、玉米须茶等，可以帮助疏通血管，预防血管堵塞、血栓、中风的发生。男性长胡子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有的人需要每天都刮一次胡子，而有些人好几天才刮一次。那男性长胡子的速度和什么有关呢？主要和2点有关。第一种是男性体内的雄性激素影响，第二种是受饮食影响。那通常来说，如果体内雄性激素比较旺盛，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快。但是相反，如果体内缺乏雄性激素，那么胡子就会长得很慢。还有，如果日常生活中摄入的蛋白质比较多，可以为毛发生长提供更多的营养，那么胡子自然就会长得比较快。如果胡子长得太快，到底好不好呢？那正常情况下，如果雄激素比较旺盛的话，当然是好的。但如果早上刚刮完胡子，下午就长出明显的胡渣，那么说明雄激素太旺盛了，这也不是什么好现象，大家需要多注意调理。那男人刮胡子也是有讲究的，下面的这2个禁忌，希望你都没有。第一个，运动前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在运动过后会出大量的汗，很容易刺激刚刮过胡子的皮肤。第二个，饭后不要刮胡子，因为人吃完饭后血流量会增加，如果这时刮胡子，很容易刮坏皮肤。相信大家对南瓜都很熟悉，南瓜是生活中常见的食物，南瓜被称为长寿菜，经常吃对身体健康大有益处，具有解毒、保护胃黏膜、降血糖、促进生长发育的功效，但是却不适合3类人吃。第一种，对南瓜过敏的人，有的人对南瓜是会过敏的，如果吃南瓜后出现皮肤红肿、经常腹泻、恶心、想吐的情况，大家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会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第二种，体质湿热的人，南瓜是一种性温的食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助长湿热，所以体质湿热、胃热炽盛的人，还有气滞中满的人，最好就不要吃南瓜了，不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第三种，皮肤出现感染的人，因为南瓜属于发物，而且南瓜性温，如果吃多了，很容易出现上火的情况。若是上火比较严重，对皮肤有感染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好的，所以这类人群也要少吃。所以如果你属于上面3种中的一种，那么即使再喜欢吃南瓜，也要忍一忍。为了自己的健康，大家就不要贪一时的嘴了。难怪男性喜欢提肛，原来有3个好处，若你也做，身体不会太差。好处1，缓解痔疮。有痔疮和经常便秘的男性可以常做提肛运动，因为痔疮是因为肛门血液回流不畅引起的，那提肛动作可以帮助局部静脉回流通畅，对缓解痔疮有很好的效果。好处2，减少前列腺疾病。前列腺疾病是很多男性都担心的，如果能坚持做提肛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回流，对前列腺能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从而减少前列腺疾病的发生几率。好处3，延缓衰老。提肛运动也可以很好的锻炼到腿部。那俗话说人老腿先老，
所以男性朋友坚持做这个动作，大腿部位会得到很好的锻炼，也能够起到延缓衰老的作用。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不要做的太多，每天做30到50个即可，而且做的时候一定要循序渐进，不能急于求成，不然对身体健康也不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脑梗发病时常常让人措手不及。其实脑梗并不是突然的，身体其实早就发出了信号，只是很多人都忽视了。中老年朋友如果在晨起或者是饭后经常出现手麻或者是其他活动障碍的情况，就要多加注意了，很可能是脑梗的前兆，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如果想要预防脑梗，饭后有2件事劝你少做。饭后马上睡觉，很多老年朋友吃完饭后会出现犯困的情况，这时就会选择在沙发上或者是床上睡一觉。如果饭后马上睡觉，身体代谢速度会变慢，导致流向大脑的血液减少，这样很容易导致脑供血不足，从而诱发脑梗。饭后马上吸烟，因为人在吃完饭后血液流速比较快，如果立即吸烟会让人心跳加速，增加脑梗的风险，而且饭后吸烟的危害要比平时吸10支烟的危害还大。那脑梗并不是毫无征兆的，身体总会给我们一些提示，所以当出现手麻的情况时，大家不要以为是小事，尽早检查，以免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哎呀，颈椎疼，哎呀，头疼头晕，哎，这耳朵咋嗡嗡的呢？哎呀，昨晚又没睡好。哎呀，当当当！如果你也有这些问题很可能是脑供血不足哦。那今天木子给大家推荐一个动作，可以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跟我学一下吧。先站好了，2只手在胸前，这样扣住，然后一起绕到头的后面，这样一前一后为1次，每天做50次就行。脑供血不足时做这个动作可以帮助促进脑部供血，使血液更流通，不仅可以改善脑供血不足，还能够缓解疲劳，提高睡眠质量。日常生活中，很多人会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情况，经常表现为头晕头痛、失眠多梦、记忆力下降等。那脑供血不足对身体有很大的危害，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每天做一做，血管通畅，大脑更健康。这个动作非常简单，先自然站直，2脚分开，与肩同宽，双手五指用力张开，手肘弯曲放在胸前。当左手向前伸直的时候握拳，然后回到胸前，手掌张开，再换右手向前伸直握拳，这样反复的做100下。也可以双手一起向前伸直收回。这个运动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增加身体的泵血。注意做的时候，五指要用力的张开和握拳。做完放松一下手部。那这个动作对改善和预防脑供血不足都有很好的作用。大家没事的时候就可以做一做，每天做2到3次。如果你学会了，生活中有脑供血不足的人不少，不管你是上了年纪的还是年轻人，都可能会出现。那该怎么改善呢？下面木子就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或许可以帮你个大忙哦。坐在椅子上，双手手臂向前伸直，五指张开，手臂弯曲，双手再握成拳。每次做100下，可以早晚都做1次。这样空抓手可以疏通手臂经络，促进上半身血液循环，为大脑输送更多的营养和血液，有利于血管健康，对改善脑供血不足有很大帮助哦。那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能维持的，需要的是大家长期的坚持。很多人总是抱怨晚上睡不着觉，总做梦，白天也昏昏沉沉的，有时候还突然出现头晕耳鸣。其实你可能不知道，这是脑供血不足的表现哦。木子，那脑供血不足怎么办呢？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动作，能够帮助改善哦。站好，2脚分开，大约和肩膀同宽就行，双手自然的下垂，然后脑袋开始向前、向后、向左、向右摇晃，这样反复做3分钟。每天重复做3次，早中晚各做1次，可以在工作的间隙做。那这个动作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脑供血不足的情况，对失眠多梦、头晕头痛也有很好的效果。晕。
困。哎，木子，你这最近咋的了？哎呀，沈哥，你说我啊，最近总感觉头晕眼花的，整天犯困，然后还有点健忘。总听讲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的，你这是不是该？哎，沈哥呀，你还真提醒我了。今天啊，木子给大家呢分享一个动作，那下面呢我来示范一下。先将啊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双手这样一前一后的拍手。注意呢，胳膊要保持伸直，一前一后为一组，每天做80下就行。这样拍手能够呢使颈部的血液流通，对改善脑供血不足呢有很大的帮助哦。哎呀，做完了，真是舒服了不少啊！那你们学会了吗？大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哦，我看到就会回复给大家哦。